a Slant Lab original series.1980年至1990年代，地球、月球甚至火星都曾卷入一场被日后所称为 The Great War 的世界大战之中。为了寻求自由信仰而逃离地球、移民火星的火星势力，以及视他们为叛徒并企图武力征服火星的地球军事集团联盟——地球联军。这两大阵营就是这次战争中主要的对立势力。除此之外，周旋其中的还有精于破解各方武器的海盗势力 MOD 组织，以及信奉三位一体教义的神秘宗教 NOM 组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作为第三方势力之一的罗斯柴尔德集团是各方势力的唯一军火供应商。所有的 Robot 都由集团创始人及现任 CEO Darren Rothschild 博士所发明，并在罗斯柴尔德集团的月球基地所生产制造。因为如此大规模的使用机器人作战，以至于机器人遍布于世界各处，所以这场战争也被称为 World War Robot， 也就是俗称的 WWR 了。在 WW8 架空的世界里，早在1780年甚至更早的时间里，一个名为 NOM 的神秘组织就出现，并潜伏于历史的阴影之中了。NOM 究竟是指什么呢？至今为止依然是未解之谜。但是在坊间最主流的说法是 NOM 即 Not Ordinary Man， 也就是超常之人，或者可以解读为神之子。NOM 组织最初共有33位成员，他们的狂热信奉着由 Mind、Body 以及 Spirit 所组成的 Trinity 的教义。但与其说他们是某种具象的宗教组织，反而说是一种永恒不灭的集体意志更为贴切。而这一组织的首领是 Spring NOM， 也就是俗称的女双臂。她是 NOM 的6个领导阶级中的最高级别，同时也是组织唯一且绝对的最高指挥官。可以看到和一般 3A 的女友相似，女双臂身高约32厘米，头部的面具呼吸器是不可拆卸的，全身穿的是一体式的黑色紧身呢绒衣。值得注意的还有这双高跟军靴，造型的灵感相信来自于芭蕾舞用的足尖鞋。也正因如此，这女双臂也完美的继承了 3A 女友站不稳的特色。而配件中的夹钥匙地台就是用于解决摆放时重心不稳的问题。除此之外，全身还分别装配有4个器官，身后背有3个，胯下还系有1个。胯下还系有1个器官，那它是这样移动的吗？2012年3A 的香港聚会上，一位3A 的粉丝就向 X 大胆求证了。没错，女双臂确实不是像青蛙那样跳着移动的，而是像螃蟹那样横着。其实呢，当时 X 是这么回答的：女双臂对于33人的 NOM 成员来说是无比重要的母亲般的存在，所以奔跑战斗都是无缘的，哪怕是步行移动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何况他也完全可以凭借着意念来漂浮移动。也因为并不想直接参与战斗，他拥有着一组名为 Handmaidens 的专属亲卫队。虽然名字如此飒爽，但至今为止仍未有任何画作以及被实体化，那只好期待日后 X 能在 UV 中让我们有机会一窥究竟了。
那些连接气管与呼吸器的细管，就是俗称的鼻子。气管内是装着各种各样依赖性气体，但与普通的置换气体不同，这类气体都可以用于激发大脑潜能，从而使 NOM 成员具备一些超人类的能力。正因如此啊，气管、呼吸器以及鼻子都是 NOM 成员的必要装备。不过，无论是单鼻、双鼻、三鼻、四鼻，这些鼻子的数量都不是代表能力或者阶层的不同，仅只是代表所摄入气体种类的不同而已。而且呢，它还有另外一套名为 White Mother 的造型，这是一款 3AA 会员限定的异色版本。在配件方面与黑色版无异，最大的区别就是整体换成了白色。鼻子、呼吸器与气管的涂装也相较于黑色版本更为明显，都能清晰看到斑驳的锈迹与旧化。由于这款白色女双鼻是2012年的出品，在关节处以及一些经常拉伸的部分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痕。假如存放不当的话，人造皮的部分绝对会有爆皮化灰的风险。但这也是 3A 玩具的魅力所在，一切皆为战损，一切皆为做旧，而且还是多少手艺人无法比肩的真自然做旧。那讲回这身白色的造型，在当初的宣传文中可以知道，仅仅出现在 NOM 最初的33人面前一次而已。当时身穿白衣的女双鼻，将她的教诲与智慧以受辱的方式布道给原本无知的信徒们，使他们得以开明悟化，成为一众履行神的旨意的神迹级。也正因有着这层精神的链接，他也自然不需要使用物理的方式去控制或者影响信徒，只需辅以意念力去进行教诲与指引，就能在精神层面上去统领指挥众人。但凡事也有例外，一小部分的成员就脱离了组织，成为所谓的堕落者，但这部分内容也待下几期再给大家娓娓道来喽。不过话说回来啊，无论是黑色版本还是白色版本，作为 WWR 系列中首次且唯一实体化的女性角色，或者作为 NOM 最高领主来说，女双鼻都是极其关键的角色。究竟如此强大的她又是从何而来呢？根据 X 在 3A Block 第39期 Q&A 所提及的设定，对于 NOM 来说，所有女性都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她们往往能代表着一种很好的平衡。而要成为 Sprint 的 NOM 是要基于遗传血统以及非人的训练的，所以大胆的推测，在19世纪诞生的最初的女双鼻之后，继承者基本上就是靠着血脉来延续，并辅以药物与训练来达到超乎常人的境界。可是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他们连同 NOM 组织所一直肩负的使命又是什么呢？而这仅仅是一个序而已。下一集我们将加速至1986年的7月13日，一同见证这场圣战的起爆点吧。那我们下期再见。